好，我们继续制作45度小人啊，这还是建筑动画里面的一部分啊。建筑动画里面的东西很多啊，各种特效、各种房间，还有角色。这个角色呢，上次我们使用皮肤实现了一下角色的切换，爱丽丝跟提法切换完了呢，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提法的脑袋位置好像不太准，跟爱丽丝不一样，对吧？这应该是导图导的问题，我来调整一下，要不看着太难受了。哎，好，差不多就行了啊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注意看啊，这个在爱丽丝的皮肤下，显示了这个提法的裙子啊，在这儿这个显示错误，是因为在提法的皮肤里面没有把提法的裙子加入到图像占位符啊，皮肤占位符 skin placeholder 加一个就可以了。这个名字叫什么都没关系。What? Dress front duplicate 不需要。好，加一个皮肤占位符就行了。爱丽丝里面就看不到它了。在这个基础上呢，我们先把走路动画做一下啊，因为它里面其实包含了一些头发的动画，但是它们的位置不一样，暂时先不管它。好，我们进入 animation 状态，添加一个 walk front。先做这个前走路，我们用这个皮肤了啊，就用它来做吧。因为我们绑定了 IK 啊，绑定 IK， 我们就直接使用 IK 来制作这个走路动画。其实我不怎么经常用这个 IK 做动画，我做走路会经常把 IK 去掉，因为它是45度角的啊，45度角的，所以呢，就是前脚在往前迈的时候，这个前腿会稍微往下移动一点。第一帧先摆好它的姿势。前面的手臂、后面的手臂都定好关键帧，然后腿呢，我们只定一个 IK 就够了啊，因为所有的这个活动都有一个 IK 就应该能实现啊。但其实我不喜欢用 IK 的原因，就是在走路的时候，它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烈的这种抖动啊，这个只能一边试一边调了。然后身体呢，给一个关键帧，好，第一帧。复制到最后一帧24帧吧，24帧做一个12帧的循环动画，然后中间一帧呢左右相反，前腿往下一点，这个后腿往后一点，手反过来。先做成这样，走路都是先做成这样，注意别做成一顺啊。这个呢，发现其实爱丽丝后面这个裙子已经没有了，对吧？它这儿出现了穿帮，后面可以再补啊。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问题了？我看看啊，这个皮肤的问题。最开始呢，就是爱丽丝这个裙子它没有遮住右面这个身体，我们把它挪开，看这儿穿帮了，这是皮肤的问题。那么可以这应该是图片没画好，对吧？图片没画好，那么直接改图吧。这是临时用网格来修正一下。OK。中间一帧，身体给一个关键帧，然后第6帧呢，就是注意看啊，第6帧它是左腿啊，它的左腿向前迈啊，左腿向前迈，身体呢要向上移，因为有一个起伏的动作，后面也是一样的啊，先做成这样。这个地方呢，注意看哪腿向前迈啊，左腿向前迈，所以在第6帧的时候，它要给它做一个迈腿的动作，腿要抬起来，这样。
对吧？这就是走路的动作啊。这个第一针没定关键针啊，这个大腿，他的左大腿，这样。然后后面呢，18针是右腿向前迈，那么很快的完成这个动画。为什么看着不自然呢？就是因为它有这个 IK，在这儿就是 IK 拉直跟 IK 变弯的这种情况啊，它会导致看起来会有那种咯楞一下子的感觉啊，有点硬，对吧？那可能很多人知道，那我们可以调这个 mix 呀，调节这个融合度，但调节融合度呢，会导致这个腿可能会有一些滑步啊，也可以调，但是得反复的去试。在这儿我调差不多就可以了啊，然后在手摆到前面的时候，让它稍微弯一点，稍微弯一点，最后再做偏移，这个也是手摆到前面的时候啊，弯一些。好，在这个基础上呢，添加一下曲线啊，一起来添加。你看从这个地方第10针到第11针，它就会直接的啊，非常硬的这个腿就直过来了，所以会导致看这个腿感觉用力过大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要是这个右腿，看一下右腿啊，右腿还好啊，右腿好，它这个过渡，看第23针的时候，到第24针过渡还好，但是它的问题呢，就是再往后蹬的时候，它腿没有伸直，所以在这儿呢，你就要求啊，给它加一个往下踩的一针，让腿伸直。腿伸直呢，然后变弯又会出现问题，突然就会弯过来。这个反正是 IK 本身的问题，确实不好调啊。你要是调这个呢，咱们试一下调这个 mix， 应该调这个 mix 啊，调这个脚腕的 mix。调成0，然后到这儿的时候再调成100，第一针是100，你看脚尖就会出现这种问题，反正就会增加更多的东西，我就不太喜欢用这个IK 的功能。IK 呢，只是把它定在地上会比较好用了，当然也可能是我调不好啊，能力不行，不找理由。反正角色很小，在场景里呢，这个角色差不多就这么大。哦，还是他的左前脚有点用力过猛啊，就是调一下这种情况，在这儿啊，单独的来调一下。好，那就这样啊。然后呢，两个小臂做一个偏移个4针左右，4、5针吧。你看有一点这种滞后的摆动就很有意思了，对吧？你手就不用摆了，就这样吧啊。好，这是正面走路，哎呀，走光了，改裙子吧，最后啊。好，这是 walk front， 然后是 walk back，back，walk back。你看这个感觉速度走得有点快，是不是？这是甲方要求啊，甲方要求就要求这么快。好，这是 Alice， 看一下踢法，哎，没问题。这个裙子啊，裙子有点穿帮啊。这个地方是网格的问题，这个地方呢就用网格来弥补一下，特殊的情况就得特殊的来处理，加一个网格啊，这就会好一些。然后在权重上呢，我们给它加一个应该是中间蓝色的这个骨骼的权重啊，还有这个绿色的权重，这个地方减小，或者干脆就没有。
这就没问题了。这针的感觉前腿不够深啊，前腿再应该往前一点，所以这个 IK 可以再往下一点。好，走到后面呢，后面这个后腿可以再稍微高一些。根据45度角的这个45度角的透视来安排它的脚的位置。好，还可以 ，OK。可以复杂一点啊，复杂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，增加一点身体的左右的扭曲。其实人在走路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左右这个扭曲的啊，左右的这种感觉，加一点，看人就会更生动，是吧？你给头再加一点也可以。头中间针往这边歪一点，头也加一点。那就会更可爱。Tifa Alice， 是不是很好玩，对吧？让我们做 back 啊，走路，第一针先摆出走路的姿势啊，一脚前一脚后，这个到底哪个前哪个后，那其实无所谓的问题了啊。当然，之前给一个公司做过项目啊，他们就要求这个。无论它怎样镜像，左右脚是必须完全一致的，那个就有点费劲了啊。也有那种要求啊，强迫症的要求，但是做起来还是很有挑战性的。好，这个裙子，别偏的太大吧，这裙子不好处理，是吧？第一针最后一针一样，24针中间12针，然后调相反，腿回去，这个腿下降，手反过来。第一针小臂往前摆一摆，好，先做到这一步啊，然后躯干中间，第一针最后一针中间针都一样，第6针向上移动，18针啊。你要是问一套骨骼能不能同时解决正反两个面啊，是可以的啊，可以的。我之前也有视频那么做过。但是你在这儿省事呢，就是其他地方会费劲啊，可以这么做。当然，我这个角色正反面分的正反面区别比较大，所以就没有那样做，还是分开啊，会处理的会踏实一些。好，加个曲线，然后来调这个迈腿啊。第一针，看左腿在后啊，左腿在后，所以第6针的时候是他抬腿迈到前面去。他抬腿迈到前面，然后第18针呢是右腿迈到前面，右腿抬腿。这个裙子感觉穿帮穿的太多了。好，看一下啊，主要是调它的这个 IK 啊，调 IK。所以第一针呢，让脚腕的这个 IK 离这个。这个离脚腕不要太远。这儿抬腿，脚尖抬高一点。调错针了，18针。这个裙子透视怎么那么奇怪？看看，Alice，
还好，踢法。第一阵最后一阵不太一样。再稍微调一下啊。好，我觉得呢是这根骨骼的约束可以让它稍微小一点。好，目前看还好啊，当然，在这个，这两根骨骼没有加约束，这是之前的问题啊。这两根骨骼，所以要加一下约束，加一下这个小腿的约束。随便起名了，给一点点约束。这个也是加一个小腿的约束，加在这个地方。再来一点。这个踢法应该还是这个裙子的问题啊，这个裙子可能扭曲的有点太大了，所以调一下它的网格，这边往下一点。哎，这种情况就是，不好处理是吧？这个 IK 爱丽丝的裙子给它重新调一下吧，对吧？就是被扭曲的过大了，它应该对爱丽丝是没有影响的，对吧？网格是分别记录在每一个皮肤之内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儿把它的裙子单调一下，位置准不准？好 ，mesh。加几个网格，这个地方加一条线，避免过分的拉伸，然后绑定。看一下权重，哎呀，权重出问题了。权重的问题应该是这根骨骼，蓝色的骨骼没有在图像范围内啊，所以它自动分配权重的时候就分不到它啊。还有这根骨骼，看看。只要这两根有骨骼在外面，然后它的自动分配权重就会出现问题。像这种情况呢，你如果想把它加进来，就单独的给它刷一下啊。这地方肯定用这个蓝色的骨骼啊，下面这个就不用管了啊。然后这根骨骼用 remove 减小，上面应该不会受到骨骼的影响。这个地方也是，现在应该没问题了。还是不太准，是吧？感觉还是这根，这个骨骼的问题。往前来一点呢，这样好一些。往前来一些，这样就好了，没有那么硬了，是吧 ？OK， 这是爱丽丝跟踢法，你看看，用两套骨骼，一个正面，一个反面，然后其他的所有的角色直接换皮肤就好了。好，那爱丽丝的这地方的穿帮呢，我自己回去补就好了。爱丽丝的腿穿帮了，看这个地方。
这儿呢可以把这根约束稍微减小一点。哎，不能在这个地方剪，对吧？在这儿剪，在外面去剪。还是有点穿帮，有点穿帮的话呢，就是，哎，再大一点试试。哎，这种情况总是很难解决，对吧？这种特殊情况呢，简单的来讲呢，我一般来呢，我就这样解决了，直接加网格，省点事儿是吧？哎，往外来一点，它对其他的动画应该也没有影响。它对提法也没有影响，对吧？这个是爱丽丝动画里面单独记了一个网格的动画。像这种地方呢，就是这个走光的问题啊，走光的问题，裙子就往里一点，稍微遮住一些。然后或者改图，给它加一个长一点的那个安全裤。好，那这样，45度角角色的走路动画就完成了。把它们归零啊，归零。这两个一个 front 啊，一个 front 归零归零，然后一个背面还有一个差个什么？我们差了一张阴影图啊，就是这张图。这个图呢始终是归零的啊，放在 root 下，然后它的选择状态给它取消啊，不让它动，它一直是在这个角色下面的。当然层级改一下，这个层级应该是阴影肯定是在最下面。回头我得把那个阴影的名字改了，对吧？它这个名字现在有问题。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我们现在动画分正反面啊，正反面，但是同时显示了两个角色。改它的方法呢，你可以在这个 back 的模式下，然后隐藏所有的 front， 然后在 front 模式下隐藏所有的 back。啊，这应该隐藏插槽了，哇，这可怎么选？能不能只显示？哎呀，加了图片占位符，还只能这样选，对吧？那我们选中 back， 哇，它是按前面这个名字起的啊，按前面这个字母排序的，那可麻烦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大家知道的话呢，应该是把这个 back 放到前面，把 front 啊 back front 放到前面，这可麻烦了，我得一个一个选。完了。back front back， 那只能这样了，把 front 全选中，哎，太可怕了。你看，这又长了一个教训，是吧？下次起名的时候，把 front 放到前面。这是 front， 哎，要选这个啊，图片占位符，皮肤占位符。front fron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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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ont， 哎，太乱了，它还不是完全隔一个来一个。好，隐藏，这是 back 啊，隐藏一下。或者这样啊，把刚才这个关键帧选择一下，我们单创建一个动画，这个就叫 back 啊，就一个纯的一个背面。所以在这儿呢，把 front 这个关键帧隐藏复制过来，然后再单创建一个 front， 然后在这儿把 back 都隐藏，选中 back。
这出 bug 了啊！这个是 span 本身的问题。你看，有的时候它并没有，它还能看到，但是前面这个关键帧没了。回到设置再回来就好了。这是span 本身的问题啊。然后在 front 下把这个 back 都隐藏，选中 back。虽然有点麻烦，但是咱们也就选这一次，名字就没法改了。back。OK， 然后前面隐藏一下，这样呢，在 front 模式下啊，只显示这个正面 ；back 模式下只显示背面。好了，这样呢，刚才我们这个 back 已经选完了，所以在这儿需要正面的时候，直接在 front 这个动画里面复制前面所有的帧，给它粘贴到这个 work front 里就可以了。啊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提法也是没问题的。啊，图层这个图层，图层首先分一下这个图层啊，这个 Tifa 的图层在图层没问题，但是它是在 Tifa， 这是正面，哎，是在正面下，哎，刚才哪里出问题了？ Tifa walk back， 啊，这个应该是没隐藏，嗨，这个在第一帧加一个隐藏，这是 back， 这儿呢，这个图啊 ，front 对，这没有隐藏啊，加一个隐藏。 看看这里面也一样啊，小问题。再检查一下 ，OK， 那就这样了啊。Tifa Alice， 好，你再也看不到他们同时出现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